好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继续闲聊话题啊。今天咱们聊的是棋风。棋风呢，咱们主要是聊什么呢？聊职业棋手啊，就是我个人对职业棋手的一些感受吧。最早的我接触的这个棋手呢，应该是武功正树。以前在我的那个漫谈节目里边，我曾经说过，我最早的时候就去我这个邻居，我邻居家呢是富豪啊，在那个年代是富豪。那在他家呢，当时呢，看到一本书，就是《三连星制胜法》，这是我可能接触的最早的一本日本棋书了。以前我是没接触过的，我顶天就是看过黑龙江出版社有个叫何什么写的一本围棋初步，那是仅此一本的围棋书。那这本书呢，哎呀，它就像一本漫画一样，它太精美了。里面不仅有那个插画，完了还有这个吴正树的这个黑白照片，哎呀，形象好极了。又是穿着和服，那个拿着扇子在这个海边这个吹风，还有这个他这个打棒球，还有坐在棋盘前下棋。哎，这本书印刷的也无比的精美，所以呢，这是我接触的第一本围棋书。不是说第一本吧，就是说这个第一本日本的围棋。出版社也是蜀中出版社出的，那它基本上可能就是说，它完完全全它没做任何改动啊，它就是影印风格。影印风格，它就把文字部分呢就变成中文，这么出版。后来呢，就是说我上我这个邻居家嘛，我这个邻居就是另外一个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一个高中生。上他家以后呢，又看到了武功正树的这个另外一本书，叫做这个《大模样作战法》。那本书也是太好了，这武功的书简直看完以后啊，这爱不释手。可惜这本书当时我还真都没有，直到后来了，我才有机会啊，这个在网上买了二手书，那也很喜欢，我觉得真是非常宝贵吧。其实这个通过这个书啊，我发现一个特点。你看日本人，以前我说过，日本人他这个写围棋书啊，他是要回馈给社会的。那他同样的，他也这个留名青史，是吧？所有的棋迷都会永远记得他们。那你看中国呢，出了这么多的所谓的世界冠军，我估计啊，过不了这个几年，大家都不会记得他们，因为他们什么也没留下，他们只是下棋的机器，是吧？他根本就谈不上是艺术家。你像武功正树这样是属于艺术家。那个时候，当然我对棋理解非常肤浅了，就是看到武功正树这个围大模样围的太漂亮，是吧？非常漂亮。但是呢，对武功正树棋啊，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。后来直到我打棋谱的时候，就是买了一本武功正树对局集。那个时候我的水平大概已经上了一段了啊，一段以上了都不止了。再来看武功正树棋，我才知道，哎呀，如果说让我评选世界上最能杀的棋手，这个杀力最强的，那非武功正树莫属。那是什么加藤正夫啊，什么后来这些都不行。你像后来说像刘苍鹤啊、崔哲翰啊，这都是属于那个攻杀型，但是他们的攻杀那都是虚张声势。武功正树这个攻杀啊，他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？他是这样的个棋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想他围大模样，那是走最极端的。他走了大模样，对方进来，那不杀死他，他就控制不够了。所以你看他那个对局集是非常的痛快啊，非常痛快。后来呢，他也真的出了更好的成绩。他不单单是这个后来拿了世界冠军，而且呢，很好的教训了这个曹李这师徒俩。这师徒俩对他都没招。所以这武功正树了不得，那就是不妥协了。他的棋呢，就是没有任何的妥协性，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
要不你让我干脆就把我大模都围上，是吧？你也别进来了，你进来的话那就是不死就活啊！这是吴正树，这是我接触第一个，也是我最喜欢的棋手。那么再往后呢，其实我对加藤啊，我是完全不了解。那个时候加藤书也很少，我也看不到什么加藤书。好不容易啊买了一本就是加藤的叫实战布局，那个也不能体现出加藤的风格，我也没看到加藤有什么不了解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不太了解他的棋，只是后来有机会呢，那个又买了一本叫什么呢？中国流制胜法，这个堪比是吴正树三连星那本书，书中呢那是也是非常精美，那书一看也是好极了，那这本中国流呢，也就是算是一个它代表的一个风格，需要很好的大局观，写得很好。但是直到后来啊，我慢慢的这个，你看我开始摆这个加藤的名局细节以后，我才逐渐对加藤又有一个新的认识。但之前呢，就是我摆了很多小林光一对局集，小林光一对局集呢，我不夸张说啊，我摆了快7遍了啊，有7遍之多。所以呢，那里面而且它与加藤对局是最多的，感觉就什么呢？好比是龟兔赛跑，小林光一那就是兔子，加藤就像这个很慢，他那个棋。但一开始可不是这样的，一开始的感觉是非常锐利，加藤那个棋是锐利无比。加藤对局集我也摆过啊，那时候摆过2遍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加藤的棋呢是锐利无比。但是后来呢，就是摆到这个名局细节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呢，就像我在名局细节里曾经形容过加藤，就他好比就是孙悟空，就是你要看过七龙珠你都知道孙悟空啊，怎么都打不死，他的棋就是韧劲十足，然后呢憋一个元气弹，最后呢憋大招，那个到了后半盘没挺住就完了，这是加藤的风格。那小林光一呢，赵志勋呢，这些就是比较类似吧，算是比较，但也不完全类似，是吧？小林光一的棋，他是从那个厚实的风格变成了一个捞空的风格，但是不管怎么说吧，小林这个，他那个棋还是很这个正统的啊，这是他们这一辈的人了，那么至于石田芳夫呢，是挺有意思的。石田芳夫这个棋啊，不堪入目了。就一开始的时候，那个咱们不了解啊，我就看过他一本书，叫这个叫什么呢？叫那个形势判断基础。那书写的很好的，很不错的，那是他代表作。后来看他棋呢，到了这个就是那后期了，就感觉哎呀别别扭扭的。但是他这种别别扭扭的棋啊，还正是中国棋手那个最模仿的风格。他就是很多就是从他这里开始的，就是说什么呢？那种棋就是捞也是捞，完了那个棋形呢不理解，有些棋形看不懂那个石田的棋形。这中国的棋还真就是很像他，就是那个老一辈这些棋手啊，就是马小春啊、刘晓光啊这些人，就是实际上跟他很像。那么这种棋呢，那对付那个日本的这些人很有作用的啊。可是啊，到了对韩国的时候，就是被摧枯拉朽就完了。刘长鹤这批人起来以后，你会感觉到那个以前这种风格就不行了，因为石田他那种风格就有点像那个谁，就是木谷，有点像木谷。他对付什么呢？对付林海峰这样的行，但是对付这个韩国这个新式的风格就不行了。那么韩国这有什么风格呢？首先呢，他就是像那个我个人啊，就是叫沾光啊，就是那个棋形一走出来，以前人认为是2分，实际不是2分，在韩国人那个心就是有一方肯定是吃亏，就是本来围棋也不存在2分，你到今天看以前那些棋谱啊，
那有一方，比如说那个像曹云炫，他永远不会下另外一方的那个棋下，因为他觉得那不划算，他只是一种感觉，但是这种感觉是正确的，因为他赢的多了，他这种棋他掌握另外那个方向的时候，他赢的多，所以那一方向呢，他从来不下那个棋下。我就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一个定式吧，一个20将高夹是吧？然后那个他不会选择点3-3，他一定是双分燕，然后变成一个走势非常复杂棋下。这个很多棋谱啊，你看吧，他就是那李昌镐还不太一样，李昌镐呢，他还去捞去。那李昌镐呢，其实有点像那个赵志勋和这个赵志勋这一流，不善于攻击。你要是后来大家发现就是怎么对付李昌镐的，唯一的办法就让他攻，就是赌，把这个棋啊扔着让他去攻，他反而不行。你要是说那个让他置孤了，这个棋就不好下了。这是李昌镐。马小春跟李昌镐呢，就是为什么说他后来就不行了呢？他捞不过他，他那个捞就一整走到极端了，一到极端的捞那个棋就不行了。你必须得均衡的情况下捞是可以的，你不均衡的情况下捞就变形了这个棋。所以我个人就是认为啊，马小春后来就挡不住他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至于武功那时候为什么能赢他俩？按理说呢，这俩人啊，那你看这李昌镐就捞呗，对不对？正好符合他意思啊。但是武功还有个特点就是自然，他风格他形容自己就是自然流。他这个棋一旦下了自然的棋啊，不走极端的棋的时候，这个棋就好下。再加上他本身的那个攻杀又是他擅长的东西，他把这个棋走的自然以后呢，这个棋就好借劲儿了。包括曹云炫都是如此。那时候就是多多少少对武功就是有这种被克制的这种形式吧。那这就是他们。那我摆曹云炫的棋也是非常多的，我摆曹云炫就仅次于小陈功，甚至可能小陈功大概摆4-5遍，就是他那个对局集。应该说呀，就是这个对局集真正蜀荣出这几套啊，真正好的就是陈兆峰写的好，那几本都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动不动就来个快100多手了出去了，那你是让人看不让人看？以前韦天骥就干这事儿，现在好像他也这么干，经常就放出个100手的棋谱啊，甚至180手棋谱就来了，全谱。那个东西谁能看？没有人看，纯是浪费时间。那不是浪费，就浪费版面。要不呢就怎么的呢？就张大勇的风格，就是也没有前因没有后果，中间咔嚓就来一个那个开始摆图了，就都过了快150手200手来给你摆图。你说那东西那谁愿意那么看呢？有前因有后果的，你怎么得把前面那个经过图摆出来让大家再来看，是不是那不就好多了？这都是很不贴近于读者，我觉得这样很不好。这说到了李昌镐了，是吧？然后咱们再说刘苍鹤。刘苍鹤呢，在中国是没有对局集的，但是呢，我现在淘宝上看了看，那么刘苍鹤也是这样的，他那个攻啊，那个没有把握的棋不会烂攻的，他们都属于妥协，一种妥协风格。如果是占了便宜了，就拉倒了，这个棋就算了。如果占不到便宜，那没办法了，那对方下出五里棋，那就是再来攻。所以刘苍鹤当时呢，被称为天下第一攻击手啊，这个很模糊，就是好像是韩国人在吹，说有这么我们还有这么一个攻击手，比加藤还厉害。但实际上呢，怎么说呢？加藤啊，那这些老一辈的超一流都已经年龄大了，他们后崛起的四大天王，这个如果是真的都是年龄一致的情况下，很难讲，不会说比刘苍鹤就比加藤厉害。但是刘苍鹤这个棋呢，因为我现在没摆到那个刘苍鹤这个巅峰的时候，我只摆到他正在崛起，也感觉确实刘苍鹤的棋，很体现出那个当时的韩国流。那韩国流现在看也不是什么
很激烈的棋，就是沾光围棋，所谓的沾光啊，就是这个棋便宜了就行了。这种便宜就是一种功底儿。搁到今天，我估计很多这个小的小孩啊，这个小棋手们来说，他们都不理解的啊。包括老的，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可能会觉得我为什么就升不到这个高段位，就是因为你对这些棋你还不理解。很多棋呀，你都觉得好像这不是大家都这么下吗？实际不是这样的，有些棋它就是吃亏了，就是吃亏了。你要是摆以前的90年代这些所谓四大天王这个棋，就不用多吧，就主要是曹文炫他们这些人，你看看完了以后再下这个棋，有很多棋你是不会下的。这就是他们这个四大天王啊，四大天王这个时候，那徐凤珠，我摆过这个徐凤珠的印象很深，虽然没有他棋谱了，但是那时候他在这个三国擂台赛有一顿那个狂胜啊，连胜，再加上他在英式杯里的那几盘棋我都摆过，感觉他那个棋是非常极端的，那个捞啊，他那个捞的很吓人，那个他当然他那是巅峰棋啊，那个棋真是很难忘的啊，徐凤珠这个棋就是一杆青苔嘛，擂台赛一杆青苔，它非常精彩。这是说到四大天王了啊，四大天王之后呢，就进入到什么了呢？就进入到这个李世石时代了。在李世石时代之前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，这个人呢就是韩国围棋的掘墓人呢，就是崔哲翰。我现在就是他摆崔哲翰棋，我的有感而发，所以我今天想做这么个节目。这个崔哲翰呢，当时我就印象非常深。那时候他对这个李沧浩啊，因为李沧浩呢就是那时候还是属于这个一统天下的时候，就突然间出现了这么一个崔哲翰，这俩人在这个什么国手战的好多比赛里面不断的相遇，经常就一个局部就是小木啊，一肩高夹就开始就下了好多盘。哎呀，那时候崔哲翰就把这个李沧浩拿的是服服帖帖，他就把中国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给消灭了，就是崔哲翰。所以呢，印象非常深。后来他在这个擂台赛上也是表现非常出色的。我打的棋谱啊，我就感觉说崔哲翰才是真正的韩国的大江刚围棋。所谓大江，这是所以是那个细论啊，咱们实话实说，其实崔哲翰棋我是很喜欢看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崔哲翰都直线围棋，这种直线围棋呀，他才是真正的韩国第一攻击手。我个人认为啊，也不能算是攻击吧，就是反正说直线围棋好看，因为他那个所有的变化都走近为止啊。他在那个就是三星杯的时候跟那个谁呀，罗启和对局也是这样，那个拼到最后一刻，那个把这个变化走近，很有意思。我挺喜欢这个崔哲翰的棋。那好吧，今天咱们就先聊到崔哲翰为止。如果喜欢的朋友呢，我会继续下一次咱们继续聊这个话题。好，谢谢观看。